我是敏。嗨，大家好，我是欣。欢迎来到敏感话题。好，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敏感话题。最近的新想法是想要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敏感话题这个系列。对，然后我们原本的 podcast， 那叫什么？对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First Story， 对，那边都还是会持续更新。对，然后现在 YouTube 这边呢也有 podcast 功能，所以我们在 YouTube 的 podcast 也会放语音档。对，但是我们就多了一个现在这样子的有影像的模式。所以如果就是喜欢看一些有互动的，或者是我们会穿插一些我们讲到的内容的画面，就可以看有影像版的。那如果纯听的话，应该也是没问题。这样，其实内容上都不会有差别，是一样的，只是有没有影像而已。对。好，然后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冲绳比赛的心得分享。就是大家有看到我们上一次的，就是冲绳 vlog 的影片，就是我们去了6天5夜，然后我们中间去参加一个2个整天的一个比赛，对，然后那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比赛的心路历程，这样。对，因为这个比赛算是一个蛮特别的比赛吧，就是一方面是在国外的打的比赛，然后再来它又是一个混排的比赛，对，然后其实日本的混排，对，就是规则跟台湾差很多。对，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比赛的内容。你介绍一下。好，它是一个就是在日本当地的一个混排协会的一个邀请赛，怎么讲？亚太地区的邀请赛。好，那这个比赛赛事就是它基本上它只混排，那日本他们的混排其实跟台湾很不一样，大家台湾应该会知道说，台湾的混排男生都打后排攻击，然后不能在前排。那前排拦网的话，可以拦对方的男生之类的。不过日本的混排呢，他们的规则是反过来的，反而是男生只能打前排，所以到了后排的男生基本上是不能跳起来打处理球的。对，然后可以站着把球撸过去。对，可以站着扣过去。不过就是他们混排也有分级制度，就是比较高的等级的话，他们好像男生前后排都就不限制，但比较低的等级可能就是男生只能打前排这样。我们这一次还有另外一个补充一下，所有人的发球都只能站漂，只能站在地上。对，你的发球不可以离地。对，不一定要站漂，但就是要站在地上。对，就是这一次我们是3男3女的混排。对，因为我记得在台湾有些是可以2男4女。对，就是应该说看赛制的关系，有些是男生最多对2男4女，对。但是有可能可以就是2个男生，就有些限制就2个男生，4个女生。不过这个比赛还有个特别的点是，它必须要美化战，就是男女这样子分配，他们男女生也可以各安排各有一个自由。对，台湾的混排还有另外一个规则，有时候会限制说，接球1、2、3颗要男女男或女男女，对，或者反正就其中有一颗要有女生碰这样。对，但是在日本是没有这个规范的。对，甚至在台湾的混排还有就是必须要在4公尺以外的地方起跳。就是其实在台湾混排对男生的限制真的蛮多的。对，好，那这个赛事呢，它的制度就是基本上，由这一个混排协会去广发邀请函，这些认识的球友各个国家的，然后这样子邀请来，就是冲绳这个地方参加这个比赛。这一次邀请的大概一个组别大概有20几队，26跟23队这样，所以其实队伍数真的蛮多的。我们这次参加的是一个周末2天的比赛，但它其实是分成2种不同级别的赛事。第一天是所谓的 Open， 就是公开赛。那第2天是所谓的220，对，那它是有年龄限制的比赛。那所谓的220其实就是你对上在场上的6个人，加起来要满220岁。对，但其实就有点像是台湾就会有直接什么长青9人制的那种概念，对，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对，但他们就是友善一点，然后把它变成平均。对。那我觉得这些在这些制度下，就是会演变出蛮多不一样的打法。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你可以先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这次会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个队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台大排球校队，他们之前去冲绳还是日本那边交流的时候，他们学长没有认识，那协会就发邀请函给他，他就请他来收，对，然后请他来就是组了球队，然后去参加这个邀请赛这样。所以它是一个邀请制的比赛，它不是公开那个大家可以公开报名的。对，因为这次你们的组合里面
大部分都是台大的学长姐吗？其实也没有，就是可能主揪会是台大的学长姐，但是揪出来的人可能就不一定，因为毕竟也不一定大家都可以瞧得到时间嘛。然后再来是要飞去冲绳，又不是说在台湾。对，真的要飞去冲绳比赛，就会要有那个意愿，就是你愿意。花一些时间，然后播整整2天在那边，只要对比赛真的很有爱。但我觉得这次学长姐他们的态度其实很积极。其实，在比赛之前，因为我们是2月比赛，其实我们从去年的12月那边就开始练球，对，陆续有在练球这样。因为台大的练球时间是1、3的晚上，大专联赛比完之后，其实就不太会再练球了。对，所以那时候那边的场地很长，学长姐就会问说，那能不能来练？用那个场地来练球，就同时来碰球之类的。对，所以你看1、3、2天，然后他们会约礼拜天的早上，礼拜天的，对，所以1周其实是3练。对，我们还另外租场地，然后去持续练球。对，就是真的很认真。那你练球的过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或者什么感觉？我觉得练球第一个是球不一样，第一个对他球是用混排专用软球，可是他排球是也不是橡胶，但是就是没有光滑表面的胶球，就是胶球是那样，是有点像脱皮的。对，它就是粗有点泡棉感。对，然后再打起来的那个球的球质是它很弹，但是它又飞不远。对，它很快就会下坠，这样这个球摸起来很有趣，它是一个软球。我还记得第一次去练球，你用这颗球的时候的发球，你就没有我都发不过，就是因为它球是很快就这样掉下去，一直往下掉。就如果像你以前这样想要发点的话，很容易那个力道是不足以让它飞过网子。对，一开始把球这样发出去的过程也让我有点吓到，就是球完全不受控。不过后来你有很好利用这个球的特性，所以你的发球变得很有杀伤。对，就是我在比赛中其实发了蛮多 S 球。对，你那次是那个策略是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跳发，那时候就站着用扣的，然后尽可能的加压，然后扣的因为很容易界外嘛，但是刚好那个球会下坠，所以它其实在底线的时候会很下坠。对，就压线得分。对，那这是第一个策略1，然后策略2，我插嘴一下，就是那这个策略你是有种赌一把的感觉吧？反正你就是大力给它吹了，然后管它有没有。会不会进？反正就赌它很重会进。太用力好像也是会失误了，也是蛮容易失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力道控制。这就跟跳发是一样的啊。但是因为跳发失误率真的太高，就有一种反正我就先大力吹，反正会进跟不会进就50-50。那他可能就是失误率低一点的跳发。我的策略2呢，就是我会把旋的球，然后发成变飘的，然后就是变成让它有一些变化这样。好。怎么？就是对方是得分就好。对，好。那时候备赛其实自己会觉得蛮紧张的吗？就有点紧张，因为会觉得完全不同的赛制，就会很不习惯。我是不知道你多紧张啊，可是我在旁边看，我真的蛮紧张的。就是我就觉得在旁边看的心情，就是你们真的是要一起去比赛的吗？因为这次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到说这个赛事是2天的嘛，就1天是公开，1天是220。对。那其实公开组的赛事是没有年龄限制。对啊，我们到公开组就有发现说大家的平均年龄大约是30，可能不到。然后，但是呢，因为台湾就是学长姐揪的这一团，因为是学长姐揪的，对，所以很明显目标就是220。对，就是也只能打220。因为一个人可能就已经占了1/4的岁数。对，就是平均会拉比较高一点。对，所以就也只能打220。但是因为你都去到冲绳了，所以应该就想说不要浪费这样的机会，所以就2天的赛事都报。所以基本上就是以一个比较高龄的组合去打一个Open 跟220，两个都打这样。对，那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你要打公开赛的话，你对于整个战术战术节奏什么都要掌握好，或是先安排好。对，会有一个一定的水准这样。但我第一次在南湖高中看到你们练球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们很像就是复健团。就是也很难说是一般的混排 play 场，就是也不像那个节奏，对，就真的是有种，就大家很久没有运动，然后一起出来打球、碰碰球这样。有一点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分配工作。而且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分配工作，有一点的原因是在。因为你们虽然都是台大系统出来，对，但是你们是有年代差，对，这真的。所以其实对于跑单举或是前排举球，
的一些观念其实很不一样。对，球队的一些站位或是战术的概念已经差很多了。那时候一开始在想说是轮举呢，到前排中的举球，然后还是要一个单举，然后都从后排跑上去这样。但是从后排跑上去就会又有一个风险，就是万一球接不好，那这一个跑上去的举球员是不是能够跑得到？对，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点。一般在台湾是用什么方式啊？单举好像不一定，对不对？好像都是到前排的举球。对，印象中之前都是在前排的女生举球。前排的女生，对啊，因为攻击火力要保留给男生嘛。对，有些是跑单举的女生的话，可能会是她在一个很靠近可以上网的位置，然后就跑上去，这样还是维持单举的状态。所以你那一次就第一次练球，或是后面几次练球下来，你有什么感受？我的感受是还是有点不飒飒，你知道吗？你说不飒是指搞不清楚你的队友，还是搞不清楚这个比赛的目标？应该说搞不清楚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进行我们的战术，因为我们当初的设定是在前排的学姐举球，对，但是跑起来之后换了几个人上去，然后又会出现说，我举就好，你举就好之类的，你知道，就是又有不同的声音出来，所以又没有办法沟通。然后又必须要重新撞墙之后再磨合，然后最后再变成前排的学姐举球，然后就是这样的过程，就是重复了几次，就几次练球啊，因为不是说一次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对，因为也不是说每一次练球所有人都会到，对，所以就一直不断的重沟通、重新沟通、重新沟通，最后还是没有到非常的顺畅这样。我记得后来的几次练球，你就也都没有去了，因为遇到刚好1月底，我们好像有什么事情，然后2月又有和家杯的比赛，对，然后再来就过年，对，然后过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出国了，所以我们好像从1月中后就没有再继续练球，对，没有加入练球，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比赛场地见了。有哪一次的练球让你觉得说找到感觉了？可能12月中后旬有一次早上在北一练球的时候，那一次就是我们就讲好前排学姐举球，很明确只做靠近右手边的学姐举球，所以其实整体打起来算顺，但当然就是当球接不好的时候，其实还是会遇到不少的障碍，但至少节奏是对的。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到冲绳比赛的感觉吧。对。好，我先讲，就其实我觉得进到体育馆本身就是一个很新的体验。日本体育馆就在 vlog 里面大家有看到是要脱鞋子进去的，整个体育馆其实真的很干净。对，大家基本上都是除了穿室内球鞋，不然就是都是赤脚或者穿袜子。而且我会感受到主办方对于比赛的也不是算用心，而是会就是真的是在办一个比赛的感觉。真的吗？我觉得感觉有种他们就是给你一个场地，给你一个场合，然后交流。我觉得那个比赛的感觉比较像是它兼顾到了除了球场比赛本身以外的其他的部分，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这个比赛是有一点完整的，就是完整度比较高，比如说像外面会有餐车，对，然后或者是它有开幕仪式，会有开幕表演，有。对，就是它会有一种那种仪式感，就是觉得我今天来这边参加这个比赛，我就是真的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或者是我整天在这边，我也不会觉得我时间被浪费。对，而且晚上还有那个交流餐会。对，虽然我没去，我不可能去。对啊，要哄小孩睡觉。好，我觉得这赛事有很特别的点是，他只打一局，一场只打，你对一个对手只打一场，然后只打一局。然后打一局就是只有打25分，然后当然有丢时，可是基本上是25分，所以超快。对，所以你在中间，你知道，只要节奏一不对，然后一个乱流，两个乱流，你就结束了。其实这件事情非常考验队伍的默契，对，还有队伍本身的能力值，能力值跟个人稳定度。对，因为你遇到问题，你们要有办法马上应对。因为我觉得像这个比赛，它这个过程其实。因为节奏很快，应该说时间很短，也不是说节奏很快，对，时间很短，对，大家打球25分，这中间的调整必须要非常快速。那尤其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假设我们打男排，然后队友在前排，然后我在后排，我后排一样直接帮忙，对，直接帮忙撞过去，就直接过那个位置。可是当我在后排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用，对，我只能接球防守，但是也没别的事情做了。而且说真的，因为要靠前排去得分，那你在后排的防守也不是说那么的
有效率。对，因为如果你想想看前排，如果就是男生攻击，对，打个收尾，对，就没了。因为除了我们自己前排攻击是男生，那对手也是男生，甚至我们可能是一个人在前排，对手刚好卡的，轮到2个人在前排的时候，那根本又是一个很无解的地步。对，因为就等于我们前排是没有拦网。然后那再来讲到刚刚那个，就是当这个节奏很快很短的时候，我们遇到乱流波，其实只要没有人可以扛过去，尤其是前排没有人可以顺利扛过去的话，就会出大事，我们就会被拉个3分、4分、5分，就卡了。好，那真的顺利转过去了，也不等于救得回来。就是我觉得你们没有那种，就是可以把节奏抓回来手上的那种感觉。就你们只要被带走，你们就会一路下去。对，我们会不知道，我们就没有那个团结感了。只要被带走就没有团结感。好的，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练习跟比赛之中的落差，因为我们练习其实也还像刚刚说，并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节奏、真正的战术的解法。对，然后只是大概说就是前排学姐举球，剩下尽可能是由男生来攻击这样，但就这样子，我们其实也没有再更深入的讨论，对，也没有更深入的战术了。对，在实际比赛中，就是遇到很多吊球问题啊、补位的问题啊。手touch out的手强击球的前后站位的问题啊，这些可能在练习中都可以讲个大概，但实际上只要一紧张，一定都会，你知道会露出原形，所以你本来习惯在哪里，你还是会往那边站，对，然后再慢慢的调过来，然后可是你知道，就是这样习惯很难改变，对，可是这样子你基本上就像我刚刚说，已经没办法救回我们的分数了，对，不要这样。我记得你们第一天的第一场，对方好像是高中生，是吗？就是感觉年纪偏小，对，感觉像比较偏社团。但我觉得你们打他们的时候，因为可能也是第一场，对，然后对手也比较没有那么节奏打那么快，对，所以你们在打的时候其实就觉得还好，看似顺利，对，就觉得比赛节奏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对。但是我觉得从那一场我就有感觉到，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把他们压着打。但我是觉得，因为这是第一场，所以大家可能还没有醒或者还没暖身。是，对。但是我觉得那是你从旁边看的感觉，但我的感觉是，我们应该要可以很顺利的，我们拿2分，他们拿1分，我们拿2分，他们拿1分。但没有说，对你是说实际上也没有这样吗？对，实际上没有，实际上我们是1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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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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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2分这样，所以我们分差没有很大，所以我们分差才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最后才变成分组3。是因为这样？对，因为我在旁边看是觉得你们有一直在得分，这是气泡水不是酒。好，对，我们一直在得分，但是我们最后是25比20。好像是吧，但是其他队打他们好像都是10到13分左右。就把他们压着打，这样。对，我记得你们好像是第一场还是第2场打完之后，就有去暖身的场地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战术讨论。对，就是我们第二场打完之后，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是很多连续的球是来回波之后，男生遇到男生拦网，要么突破，要么就是吊球嘛。那问题就是吊球比较软的这种球应该要可以守，但是我们很常因为这样失误。所以我们特别为了这个，然后去另外一个场地，然后去练习这样。所以你们是在划分的守备范围。对，一时之间先画好了，好，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不等于实际上站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来得及反应。对，我就是每个人遇到新战术都一定会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这样。对，那所以就是看个人的反应跟能力。对，那就不过就是我们就可能就尽可能挽救这件事情这样。不过我觉得在你们讨论完之后的那一场，我觉得我自己在旁边看，我觉得节奏好很多。对啊，因为我们太容易，因为球比较慢，看得到就会想去摸，但摸的又不一定摸得好，所以就会这边喷一下，这边喷一下，然后反而造成更多的失误。对，但是我们在台湾练球的时候，其实比较不会出现这种球，因为大家都是一直打。我发现我们来日本之后，很多队都很多吊球、抹球，因为是比较好区分的方式啊。当你身高不够高，或者是你就是没办法用力锤的时候，你就要用一些技术得分。就是对，然后丢去一个技巧得分，对，就丢去一个没有人或是
看不太清楚，或是会有点混淆的位置。对，这我们在台湾其实完全遇不到，因为我们想到就是跳起来打下去，跳起来打下去。应该说，因为你们队上很明显有2个很好的攻击点，就是你跟丁恩，就是他们有点把希望放在你们两个身上，觉得你们只要到前排，你们就是可以一直不断取分，因为你们跳得够高，又可以打够大力，然后又有路线，然后不攻击的时候，你们俩跳起来的拦网也是有威胁性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哦，那你们就是走一个他们把球举好，然后你们好好得分的路线，可是你们都没有考虑过，有可能球举不好的时候，你们就没办法得分了。对，那或者是对方可能很会守，球回来了之后，你们的第2波怎么办？第3波怎么办？对，我觉得这是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练习其实很容易球接好、举好，那就完全的打下去，然后得分。但是比赛中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对方他也会很用力的跳，然后很用力的拦你，然后很用力的防守。尤其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比赛让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所有的女生都在地上扑来扑去，一直不断的在倒身前扑鱼咬，把球救起来。不要说整场比赛或说队伍，但是基本上日本队的女生，真的很熟，对，全部在地上滑，就是他们。也许他们的攻击不是最出色，或身材不是最好，对，可他们真的是蹲很低，移动很敏捷，对，很迅速，然后就是没有到位，就是用滑了过去，然后继续接球，然后那个拼劲真的很够。我觉得对我觉得比赛跟练习的落差就是在于。我们没有办法预期比赛有多强的强度，因为根本就不知道。对，所以那时候一开始的那种练习对抗都很打 play，然后就只是把目前的现有的节奏跑顺，或是责任划分清楚这样，然后就这样子就好了。但实际上我们到了正式比赛的时候，每个人都发球都吹到爆，发有够平的，然后在我们的站位又会没有办法做调整，因为我们本来遇到的球都不是这么平的球，就是一般的抛物线发球，所以强度第一就已经不一样了。然后第二就是实际上跑道的战术就是对方有很会打长攻啊，然后他们都用抹的或用吊球的啊，就跟平常的我们一直在练习接抢扣又不一样。对，所以整个落差蛮大，就很难预防这样。我觉得这比较像是球风的不一样。对。就是在台湾，如果你是打混排的话，就是球风大概就是长这样。可是我们在那边遇到的这些队伍，他们是已经又磨练出一个很属于他们的战术。对，他们的赛事节奏就是整个很不一样，跟我们的比较传统的男生的时候跑单局这种节奏感就落差很大。对，我就是在看其他队伍的时候，会觉得他们把混排这件事情，男生跟女生的能力值，还有这个球的特性，还有这个赛制的特性，发挥得很极致。对，就是基本上这一次比赛，就先讲说，其实大部分排在前面名次的前5到10名，基本上都是日本队。对，他们真的是很会打这一种混排节奏的比赛，毕竟就是他们定的规则。对啦，因为他们3男3女，好，其实他们很明确，他们某些队可能会举球都是男生，某些队举球都是女生，但他们都有固定的单举，然后他们就不管你在什么位置，他就是一跑上去，然后去占举球位这样。我看到很多都是女生。对，但我目前遇到的日本队大约6、7队，只有1队是男生，其他都是女生在举。但我必须说，女生真的举得超级好，就是而且他们都不会因为跑慢了或者是跑不到就妥协用低手举球，对，他们永远都是高手举球，而且那个高手的球质，真的很好。对，球速跟位置都很好，球速不会太快，然后位置也都是到那个标志感，这样。对，我觉得。你们也是真的是输在没有一个专职举球的人。对，其实大家如果看影片，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你很多颗其实都是在处理球，就你不是真的打好一般的正常的攻击球这样。对，处理球基本上都在偏开网的球。对，然后当然也有好球，就是我们就会有机会可以直接定下去得分这样。但是当球变开的时候，球速变慢，然后球的落点也变没有那么刁钻的话，其实对方就真的很容易守到。对，然后来回波就来了，来回波来了，你知道问题就会出现了。对我来讲，就是我可能就变成在比赛中就有点像尽可能的把握可以
得分的好球，那再转变成处理球跟尽量的去观察说，对方为什么会打得比我们好。对方的得分点赢在哪里？向对手学习。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完全不熟悉这样的规则，对，然后也不懂这样的节奏，对。所以你的这个向对手学习你是想要学习来跟队友分享的，还是你就是默默在旁边观察，然后输入自己的那个资料库？我觉得都是，就是我观察到某些东西，我就会。在场地，然后可能是赛后跟队友聊天的时候就会讲到，像是什么？我们有个学姐就说，我们应该有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可能要以这个场上6个人要以谁为主，但是学姐觉得是要以我为主，这样就是我可以尽可能的攻击得分，或是有一个当一个很好的箭头，对，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观察是比对了他们的做法是他们的主 key 是举球员，因为基本上只有那个固定的举球，他送出去的球稳定之外，他的节奏是正确的，也不是正确，就是一个固定的节奏，对，让大家都好打好适应的节奏。然后再来有个问题，这个赛制的问题就是。男生到后排又不能打，对，所以我当主 key 的话，但我到后排就没有用了。对，你就算站着撸球也没办法不会有威胁性。对，那反过来就是，当主 key 是其他队主 key 是举球的话，那他不管在前排后排一样可以掌握这个节奏。但我觉得这个有点难说，因为主 key 是举球的时候，代表他配合的攻击手他要很熟悉，然后能力值要很平均。是这样说没错。对。但是我觉得对手也会有遇到1-2个就是相对弱势轮，但他们弱势轮的落差不会那么大。对，应该说他们弱势轮，他们很能够透过抹球，真的是抹球，就是压在拦网手，或是直接打那种他需要的那种。但这一点我们必须帮我们平反一下，他们不是真的那么刻意要抹球，而是你拦网跳太高。就是我那时候在旁边，我跟你说，就是不用那么认真拦网，因为。这个网高已经是女网了，然后你跳起来，你都这样子在拦，那他们随便打就直接灌你1下进去啊！是这样说没错啦，但就是变成是身高反而是一种限制。对，所以你没有因为这个赛制的这些条件，然后发挥你的长处。不过就是平常我们遇到，就是我们以前练习或者是我们的想象，都是要跟对手拼高，尽可能的把他的手。球拦下来，但是谁知道跳起来之后变成是我这样拦，但他手在这里。可是不是你在场上应该很快没几颗就会发现了嘛？因为你已经被这样子打超多颗。但我看对方也是很用力在跳啊，所以我就跟着他跳啊。他几公分，你几公分？他可能大概170，你190。对，然后就会从什么小大臂啊、腋下那边，对，一直灌进来。然后那种手也手不到，你也不能灌一堆哦。我还记得有一场是。我直接叫你下来，直接换另外学长上去，因为我就跟你说你在场上很急。我那一场我也看得出来你想要做的那个主 key，可是我觉得当下的情况是场上有很多你没办法控制的失误，然后你就变得因为有这些失误，所以就觉得好，那我要扛起这个失误，我要得分，然后你就很急的要得分，很急的得分的过程。可能球举出来也不是那么稳定，所以你就会出现一些难以挽救的失误。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就说你先下来好了。是啊。那你觉得你做这个主 key 在那一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很大一点是我想要强迫取分。然后我想强迫取分的时候，当我觉得我们接球的节奏是好的，然后就预设举出来会是好球，所以我就朝着那个好球的位置开始准备做好起跳。但当起跳之后，但球又不是在一个很好的点，但我的身体已经准备好要强迫取分的时候，这样子的用力起跳跟用力的要打，然后又遇到不好的球，就会有一个很难以挽救的失误。我觉得大概是这个过程。对，我想要强迫取分的点是，因为我觉得对手没有那么强，然后我们又必须要赶快的拿回我们刚刚失误了一颗没有必要的球。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反复，我可能在那一场球变得打起来越来越急躁，对，什么球都想要打。因为后来
你换下来之后，其实场上比较没有那么紧绷了，就大家会比较松了一点，之后节奏也慢慢抓回来，就算没有举到位的球，也可以好好的处理，这样。是啊，对啊，我觉得后来我下来之后是真的有比较好，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我参加这个比赛，因为我赛前看你们练球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你们不是我一直以来看你比赛的那一种队伍，就是你一直来参加比赛的队伍都是比较高强度、快节奏，对于赛事的结果是有高要求的，对，但是我就会觉得大家都是一个比较像是因为地缘关系，都是台大的嘛，然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关系组队，所以比较多是在联络感情，然后跟一起出国参加一个比赛，共同累积一个共同的回忆，这样。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就对于有没有一定要赢球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大的想法，但我觉得应该说，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就真的是去玩，对，所以我其实心态上一直都是蛮放松的，也因为这样，我觉得可以从你们队伍身上以及对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反而可以好好观察这整个赛事的感觉。我相信你应该有这种感觉吧，就是因为你一开始一定也是。也许你一开始就没有这种去玩的心情，就是有种我要去比赛，我要赢的那种心态，就是很积极，然后就是我要好好打的那种感觉。但到后来，我觉得你也比较松，然后你也比较能够好好投入在赛事里面，就是以这样子的规则、这样的赛制，我可以怎么样好好的玩？对啊，我觉得对我来讲，一开始我一直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传统的嘛，就是好好的准备，好好的保持好好的手感，好好的体能。好好的起跳，好好的打下去的这种，是我们想象中的好球。对。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赛制，或是这样子的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好像不要这样打比较好。对，慢慢的觉得好像不应该去追求这件事情。对，就好像不就是什么跳很高打定下去就是好球。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到最后我这么用力了，但还是只有1分。但对方只是轻松的拍一下，然后撸个球，他也是1分。对，然后就觉得好像我应该要退一点。对，后面我觉得我自己站比较松一点，可能相对好一点，我就尽量把自己能做的东西做好，然后观察到一些得分点，然后就去尽可能的完成它，这样。对，今天这支影片因为受限于时间长度，所以我们会在之后另外一支影片跟大家来做详细的技术分析。对，技术的部分，对，就是赛程状况、比赛内容的地方。对，就是包含日本队他们都用怎样的战术啊，或者所谓美国队啊、英国队啊，我们看到他们来参加这个混拍，他们是一个怎样的组成，用什么方法在打这样子规则的比赛。对，比较技术层面来讨论球场上发生的事。对，那今天这一次就纯粹是我们的比较像心得，或是比较流水意识流的讨论我们对于比赛的回忆，这样。偏心得跟我们如何去准备，然后还有打完赛。对。好，最后就是想要补充一下，就是我自己对这一个赛事本身的一些想法。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休息就是一场，然后25分嘛，然后第2场就是可能大家会轮休，但也是有25分，所以大概只有10到15分钟不到的时间，然后再就接替3场，然后再以此类推，一直打，所以一天打了大概6、7个一局这样。然后在中间这个10到15分钟有点尴尬，因为其实你想要休息也没有办法休很多，你想要去外面的餐车也有点困难。然后再来还有一点是我们必须要去轮裁判。对，那轮裁判轮下去就是因为 A、B、C、D 4队打，那 A、B 打的时候 C、D 要当裁判，然后 C、D 打的时候 A、B 要当裁判，然后就是基本上你也没有什么。大家都有可能会轮到裁判，这一整趟下来，你可能只有1、2次的休息时间，几乎只有1次。对，就是其实根本就也没有休息。对，说真的是没有休息。整个比赛完全就是体力、精神的车轮战。主要是精神吧，因为就是一整天就是耗在这个场地，对，也不是这个球馆，是这个场地。对，我觉得这真的整体打起来就是很交流。
毕竟只有一局，你就是跟对方有点打个招呼，摸手一下大家的套路之后就拜拜，那就结束了。对，因为那种什么战术分析，然后下一局拿回来这种没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事。我们今天大概就先聊到这边，我们要去顾小孩了。对，还在大哭。好，那我们就剩下，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再聊。对，拜拜。好，拜拜。